印度航空AI17空难的原因可能是水灾。大家好，欢迎回到松说新语。那最近呢，我看了一份来自航空专家叫理查德·葛弗雷的最新应该说最详尽的这么一个分析。可以说给我们正在追踪的 AI17罗生门投下了一束决定性的几乎可以穿透所有迷雾的这么个强光葛弗雷先生他不是等闲之辈他曾经运用过复杂的这个跨数据源分析方法在追踪马航370事件中的而闻名航空界。这次他运用同样严谨的方法，对 AI17现有数据进行了法医级别的解剖，并且得出了一个极其惊人，但是在逻辑上就完全自洽的结论。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可能是最终答案的水灾猜测理论。那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要紧急插播一个重要消息，特别是对于计划目前来往加拿大的朋友们那加拿大航空就 Air Canada 正面临大规模的罢工威胁可能导致它和加航 Rock 航班在本周末是全面停飞。那么代表着超过1万名空乘人员的工会已经在周二发出了72小时的这个罢工预警，最早呢可能在本周五开始罢工。所以为了应对罢工加航从本周四就是几个小时之后开始呢就分阶段取消航班，预计呢每天会影响超过10多万名乘客。那么由 Jazz 和 PL 航空运营的加航快运Air Canada 它是不受影响的。那对于受影响的旅客加航提供了这个免费改签和全额退款的选项。所以如果您预定了本周末的加航航班要立刻访问它的官网查询最新的状态，并且尽快做出决定。好吧，插播消息结束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继续印度航空波音787梦幻客机失事原因的分析。这个原因既不是飞行员的错，也不是那个燃油开关的错，它呢可能就来源于一次毫不起眼的漏水。葛弗雷先生在系统性的排除了其他几种可能性之后，把 AI17空难的高度可能原因锁定在了一个具体的有据可查的技术故障上，就是电子设备舱它的水侵入。那我们今天来科普一下EE bay就是电子客备舱是什么这个简单说就是个小机房嘛，它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客机的大脑和神经中枢。这是一个为机身下部，通常在驾驶舱或者前起落架附近的这么个舱室，里面密集的排布着飞机最核心的飞行控制计算机电源管理模块导航设备等等。所以这里边它就是所有的数字幽灵诞生或者被处置的地方。那葛弗雷提出的理论链条是这样的它第一，一次意外的漏水飞机客舱内的卫生间或者厨房内的供水管路接头可能发生了泄漏，然后就入侵，水呢就侵入了EE bay。在飞机抬头拉起的那一瞬间因为机身的姿态变化，可能导致这些泄露出来的水呢顺着机舱的地板缝隙就流入了下方的EE bay。那然后就是水和EE bay那些高度敏感正在高速运转的电子设备接触的时候一场灾难性的电气中断就发生了。后果呢就是大脑瞬间死亡这场电气中断几乎在同一瞬间就摧毁了控制2台发动机的电子控制单元 EEC 和全线的数字发动机控制系统 FDEC 的供电。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双发同时猝死。在失去了大脑的指令之后2台发动机几乎在瞬间同时停车。那这个理论之所以说它极具说服力，因为在它背后有一个比较坚实的铁证一份来自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的真实的适航指令。葛弗雷明确指出就在2025年FAA 发布了一份编号为 AD2025-912的适航指令。这份具有法律强制力的文件明确警告波音787飞机它存在水管接头泄漏，可能导致水渗入EE bay，引发电气故障，甚至导致完全的动力丧失。这就意味着水灾理论它不是葛弗雷的个人猜测，而是一个被官方确认的真实存在的这么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风险。
所以这个水灾理论的提出啊，就跟我们找到了一把万能钥匙一样，几乎解开了我们之前讨论的所有核心的矛盾。它解开了双发同时失效。只有一场能影响全局的位于供电总线上的电气灾难，才能解释为什么两台物理上完全独立的发动机会这么精准的在同一瞬间顺势停车。而且它解释了幽灵指令的来源，那个切断燃油的指令啊，既不是来自飞行员，也不是来自开关，而是来自 EEC 和 FDAC 在电气中断摧毁前的最后的一声悲鸣，或者说呀，是整个系统崩溃的直接体现。另外，它也解释了飞行员的对话。面对大脑的瞬间死亡，飞机大脑啊，飞行员在驾驶舱完全是无助和不知情的。他们看到发动机正在失效，他第一反应自然是互相询问啊，他们的否认以及震惊，在这种情形下是完全真实的。他也解释了 RAT 为什么会展开，因为一场全面的电气故障啊，触发了充气空压涡轮自动展开，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排除了其他几种可能性啊，比如说，共享直流总线故障啊 ，GCU 软件溢出啊等等之后呢，葛弗雷就得出了最终的结论：印航171事故啊，最可能的原因就是飞机抬头拉起的时候，水侵入了电子设备舱，导致的 EEC 和 FDAC 以及给他们供电的电源总线的同步电气中断，这就造成了两台发动机的在低空速、低高度的瞬间同时停车。那他还补充说呀，因为能量和余量极低 ，FDAC 控制的发动机重启程序啊，至少需要20秒甚至更长时间，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挥发推力，所以呢，就失控撞地了。所以在提出了这个完美的技术理论之后啊，葛弗雷呢也给他的猜测啊做出了最终判断。他明确指出啊，根本原因不是飞行员的失误，他认为飞行员完全是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所震惊，他们的对话是正常的反应。那么责任在谁呢？葛弗雷把悲剧啊归咎于维护监督的疏忽和未能遵守 FAA 适航指令，还是你印度人的错啊！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回了印度之前啊对印度航空那份51项安全违规的审计报告的讨论。如果葛弗雷的理论成立呢，那么问题的根源就不再是驾驶舱那32秒，而是事故发生前停在地面上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所以核心的问题啊，就变成了印航的维护团队是否收到了那份关于水侵入风险的强制性的 FAA 适航指令呢？如果收到了，他们是否按照指令对机队进行了相应的检查和改进？如果他们没有执行，是因为流程上的疏忽呢，还是像制造之前的那种伪造记录的案例一样，是系统性的安全腐败？所以，理查德·葛弗雷的这份水灾理论啊，是目前为止啊对 AI171空难最全面、证据最扎实、逻辑最自洽的一种猜测。它将一个已知的被官方文件记录在案的飞机系统性风险啊，和黑匣子中记录下的所有异常现象，就完美的连接在一起。那如果这个理论最终被官方最终正式报告啊，那么 AI171的罗生门啊，会迎来它最后的，也就是最令人警醒的结局。这就不是一个关于飞行员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当写在纸上的事关生死的安全指令没有在机库被忠实的执行时，会发生什么悲剧的这么一个黑色预言。好的，这里是宋氏新语，一个关注事故和科普的小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关注、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